众所周知，奥特曼从最初的 M78 星云光之国设定，已经发展到现在多元宇宙的宏大世界观，历经了昭和平成新生代以及如今的令和时代足足59年历史。那这个大 IP 奥特曼的世界观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这一期我们将通过时间线来探寻一二。注意，本视频仅为小天个人观点，如有错误和遗漏，请大家指正。1966年初代奥特曼横空出世，作为首部奥特曼作品，对于世界观也有一个大概的设定。在初代奥特曼第一集中，初代介绍自己来自 M78 星云的宇宙人，因为在将百慕拉送往宇宙监狱的途中被其逃脱而一路追到地球，直至39集中佐菲现身，再次细化了这一设定。宇宙超人，睁开眼睛，我是沙弗林，是 M78 星云的宇宙警备队员，跟我一起回去吧，宇宙超人。在原日文版中，其实是跟随佐菲一起回光之国，因此在第一部奥特曼中就已经确立了奥特曼的故乡便是 M78 星云的光之国。然后1967年上映的赛文奥特曼中也再次提及了光之国。在第25话中，赛文身处怪兽制造的零下140度低温环境，怪兽对其嘲讽道：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光之国是一个长期受太阳光照的星球，奥特曼依靠太阳能供给能量，因此初代和赛文看似没有任何联动的两部作品，其实已经对奥特曼的世界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了。随后在1971年上映的杰克奥特曼中，开始了首次奥特曼联动。在第18话中，赛文以支援者的身份给杰克送挂，泰罗。随后又在第38话中，杰克惨败，初代以及赛文前来救场。虽然没有提及奥特兄弟这一设定，但是在1年后上映的艾斯奥特曼中，世界观再一步被明确，奥特兄弟以及光之国的组织框架正式成型。艾斯作为第5个弟弟登场，奥特之父作为光之国的宇宙警备队领导人现身。紧接在1973年上映的泰罗中，再次将奥特曼世界观进一步强化，不仅引入了奥特之母以及奥特兄弟的由来，而且首次介绍了光之国的历史。在第25话燃烧奥特6兄弟中，泰罗返回光之国，佐菲作为奥特兄弟的大哥讲述了光之国的历史。3万年前，行星系的中心太阳突然发生了大爆炸，和平安宁的奥特之国一下子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许多人因失去光明而死了。但是智慧的奥特之国的研究所又在天空中制造了一个人造太阳，于是奥特之国又恢复了和平和光明。可是不久，帝王星的怪兽们来侵略奥特之国，为了赶走怪兽们，当时年轻的奥特之父带领大家奋起反抗。在斗争中，奥特之父受了重伤，并认识了奥特之母。新的奥特警备队又成立了，赶走了入侵的敌人。至此，奥特曼的世界观算是正式被确定下来。为了继续拓展奥特曼的世界观，在1974年上映的雷欧奥特曼中，首次引入了光之国之外的奥特曼，分别是来自于 L77 星云的雷欧以及阿斯特拉，还有传说级人物奥特之王。这让当时的奥迷们对于奥特曼的世界观有了更大的期待。终于在1984年上映的奥特曼剧场版《奥特物语》中，正式整合了所有奥特曼的世界观，不仅介绍了奥特曼的职责是守护宇宙的和平，并且首次加入了宇宙大 BOSS 宙达，将地球主战场扩展到了大宇宙。原以为故事会一直这么发展下去，没想到整整沉寂了12年，在奥特曼30周年季才再次推出了迪迦奥特曼。虽然中间也有不少与海外合作的奥特曼，例如美国奥特曼、葛雷奥特曼、帕瓦特奥特曼，但都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直到这部迪迦奥特曼的出现，再次将奥特曼这一 IP 发扬光大。而且不同于昭和时期的奥特曼，迪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观，引入了超古代文明的全新设定，不仅将奥特曼定义为光之巨人，并且作品内容更多会去探索深度主题。这一全新的突破几乎覆盖了平成时期的所有奥特曼作品。但在第49话中，初代奥特曼的登场让人误以为迪迦是和初代身处于同一个世界观中，但其实不然，应该只是单纯的30周年致敬。不过说法也是众说纷纭。1997年上映的戴拿奥特曼延续了迪迦的世界观，但1998年上映的盖亚奥特曼、2001年上映的高斯奥特曼以及2004年上映的奈克瑟斯奥特曼都是以各自独立的世界观架构呈现。虽然设定不尽相同，但是内核都以人文关怀为主，用科幻设定映射现实中的问题，并且通过 CG 技术升级视觉效果，加上剧情的不断创新，吸引了几乎全年龄段的观众。但在2005年上映的麦克斯奥特曼中，则回到了光之国的设定，算是致敬昭和系奥特曼了。并且于2006年40周年推出的梦比优斯奥特曼中，则延续了昭和世界观的设定，奥特兄弟集体回归，算是一波回忆杀了。虽然按照世界观去定义平成系的奥特曼会有些杂乱，但是期间推出了几部时空联动的剧场版电影，例如1999年上映的盖亚剧场版《超时空大决战》，通过光的传唤集结了迪迦、戴拿、盖亚2个不同宇宙的奥特曼，算是多元宇宙联动的首次尝试。到了2008年，
大决战超奥特8兄弟上映，不仅出场了奥特兄弟，而且还出场了迪迦戴拿盖亚。这其实是平行宇宙的联动，并不是多元宇宙的单纯穿梭。但是这毕竟是子共享 IP， 非要去深究的话，那纯属钻牛角尖了。不过2次的时空联动尝试，让人不禁想象接下来是不是有更大的惊喜来袭。结果出乎意料，2009年超银河传说上映，再次对奥特曼世界观进行了整合。首先就是补全了奥特曼的诞生史，原来奥特曼刚开始也是类似于人类的生物，之后经过人工太阳照射后，基因突变成了奥特曼。其次就是几乎将大部分的奥特曼都归类在了光之国中，组织框架更加清晰明了。随后2010年上映贝利亚银河帝国，更是直接将所有宇宙的奥特曼统一了说法。赛罗穿越光之国的本宇宙壁垒之后，呈现在眼前的就是无数的多元宇宙，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宇宙中发生着高斯和杰斯提斯融合而成的雷杰多大战着德拉西翁，或者奈克瑟斯化身诺亚暴打黑暗扎基。而这一多元宇宙的设定已经是不能再宏大的世界观设定，而这一设定也一直被沿用至今。新生代以及令和时代就是将这些融合成了一体，各种穿越宇宙打怪兽，并以商业联动为核心，主打一个卖玩具。所以奥特曼的世界观设定主要以昭和时期以及平成时期为主，直到贝利亚银河帝国进行了统一整合，而后续的作品都只是在这一多元宇宙世界观范围内进行。